只要做到这点，俄乌冲突很快就能结束。博雷利说出方法，抓住了关键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振宇在线。俄乌冲突至今给世界造成的影响已经成倍扩大，许多国家都在为和平结束俄乌冲突而谋划。中国甚至派出了相应的调和人员前往西方国家。事实上，俄乌冲突并不是不能和谈，西方国家也有法子，这不是吗？欧盟外交负责人博雷利就抓住了关键，说出了方法。根据综合报道称，日前博雷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，知道如何让俄乌冲突立即结束。他表示，能不能结束完全取决于西方对于基辅的军事供应。如果西方停止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，乌克兰将会在几天之后不得不投降。如此一来俄乌冲突便也宣告结束了。事实上也的确如此，我们不难发现，随着西方对乌克兰进行援助之后，无论是军事装备、人员训练以及战术打法都发生了巨大改变，这与俄乌冲突初期呈现的截然不同的效果。其实俄乌冲突前期我们还能看到俄乌双方还有和解的迹象，但随着西方对乌克兰不断的援助，俄乌双方已经将决裂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显然，西方国家不断的拱火，让俄乌冲突更加激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博雷利找到了问题关键，但是他也十分清楚，西方不会放弃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，因为让乌克兰投降不符合欧盟甚至是西方的设想，并不是西方国家想要得到的结果。此外他也在一次采访当中发表了对俄关系的反思。他表示，西方国家在处理对俄关系的时候犯下了错误，其中就包括向乌克兰许诺要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。那么博雷利既然知道了最后的结果，为什么会在近段时间提出来呢？我们不妨来简单的分析一下。其一是有些后悔。自打俄乌冲突爆发以来，欧洲被美国拖入俄乌冲突的这个深渊当中，用赔了夫人又折兵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。现如今欧洲不仅失去了廉价的天然气和石油等能源，一大批资本还涌入了美国。显然这场俄乌冲突，欧洲的损失也足以让欧洲肉疼了。其二是有些无奈。事实上，欧洲知道并且也能够分清楚自己的做法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，但很无奈，有美国压着，不得不与美国站在统一战线上。倘若要改变这一现象还需要尽快的将欧洲自主权提上日程。其三是宣告决心。这话的意思很好理解，大致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是错的，也很后悔，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。西方国家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。回想北美洲的印第安人、澳大利亚的土著人、伊拉克、利比亚、叙利亚，甚至是被肢解的南斯拉夫，那个10年伤残的阿富汗，这些个种种都是西方国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杰作呀。博雷利认为，只要做到了这点，俄乌冲突就很快结束。但是西方会这么做吗？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、分享精彩的评论。